在上期节目里，我们介绍了新冠疫苗的基本原理和分类。本期我们再来说一下目前最具代表性的灭活疫苗、载体疫苗、mRNA 疫苗和重组蛋白疫苗这4类疫苗各自的优缺点。欢迎来到本期的闲聊健康。首先，无论是现行的哪种疫苗，都是要将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，又叫 S 蛋白送入人体，让人体免疫系统能够通过对 S 蛋白的识别，达到阻止病毒进入身体细胞的效果。那么要把病毒的 S 蛋白送入身体里，首先想到的就是灭活疫苗，将病毒大量培养繁殖后，利用化学方法将其灭活，再通过注射进入人体。这类疫苗的代表就是科兴疫苗。灭活疫苗自18世纪就开始出现，是目前最成熟、最稳定、成本也相对较低的疫苗技术。但缺点是，从病毒培养到疫苗的量产之间的时间跨度太大，通常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。一旦病毒频繁发生变异，对新变种的应对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。另外，由于注入身体的是被杀死的病毒， S 蛋白的蛋白构象可能会发生变化。通俗的说，就是死的病毒和活的病毒可能长得不太一样，这可能会对疫苗的保护效力产生影响。那么就有科学家想到，如果可以将 S 蛋白的设计图送入人体，再利用人体自身的原材料，在身体内加工出鲜活的 S 蛋白，这样似乎就可以解决上面2个问题。基于这种想法产生的就是腺病毒载体疫苗，代表的有阿斯利康和强生疫苗。基本原理就是将 S 蛋白的设计图装入一个叫腺病毒的空壳里，再将这种组装后的病毒注入人体，通过病毒的感染将设计图送入人体细胞。但这种疫苗的缺点在于，一旦人体对作为载体的腺病毒产生了免疫，设计图可能很难再次送入，既无法通过多次接种增强保护效果，又无法继续应对后续的变种病毒。那么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就要进一步简化流程，将 S 蛋白的设计图不经由任何载体，只是简单包裹一下就直接注入人体。在这一思路下出现的就是 mRNA 疫苗，代表的有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。这种疫苗既可以在人体内直接产生出 S 蛋白，又可以在病毒发生重大变异时，在短时间内通过制作新的设计图实现疫苗的升级迭代。但它也有缺点，一是 mRNA 自身的结构非常脆弱，在运输过程中需要保持零下几十度的低温，以及不能接受震动等非常严格的要求，这决定了它的高生产成本，无法在贫穷地区普及。此外，进入身体细胞内的 mRNA 会一直不停地合成 S 蛋白，直到完全降解或细胞死亡为止。这导致了疫苗注射后产生的 S 蛋白数量无法控制，一针疫苗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的 S 蛋白，甚至可能会超过一次真正的感染，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。那么如果将 S 蛋白提前在体外合成，再将规定的数量注入身体，是不是就可以一举解决上面这2个问题呢？在这种思路下的就是重组蛋白疫苗，代表的有诺瓦瓦克斯疫苗。可这种在现阶段看上去相对完美的疫苗也有新的问题，那就是 S 蛋白本身会不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呢？随着对 S 蛋白的研究日益深化，关于安全性的话题甚嚣尘上，目前尚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。毕竟人类和新冠病毒的交往才刚刚到了第3年，从过往应对病毒的历史来看，这很可能才是一个开始，前路漫漫，我们还是且行且摸索吧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